大家好，欢迎来到游侠走罗频道。泱泱大国被会使击溃2次，第一次出现是悲剧，第二次出现是闹剧。228事件充满阴谋和暴力，深刻地影响社会族群，因此成为政治提款机。2014年6月6日，上海开展了海上烟波陈澄波艺术大展。7日，时任台南市长赖清德在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座谈会上大讲先有台独还是先有民进党。解决民进党的台独党没有办法解决台湾主张独立的主张。我必须跟杨校长报告，这个是台湾社会到底是先有民进党，才有台湾独立的主张，还是因为社会先有台湾独立的主张，才有民进党？完整版的意思是把228事件遇难的陈澄波先生和台独作为连接，捆绑成民进党的民意来源。12日人民日报刊登不可误读陈澄波短文，反批说真实的228与台独瓜葛不大。就以陈澄波来说，他的英年早逝值得后人深思，但不能因此无视他的家国情怀。谁说的为真呢？双方意思大家已经看得明白，经常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的朋友都知道，研究画家的秘密最佳途径就是研究他的画作。电影《达芬奇密码》也是如此，在达芬奇的每个画作中寻找密钥。财团法人陈澄波基金会网站有幅油画叫庆祝日，是1946年绘制，画中描绘的是嘉义市旧街景，顶楼悬挂的是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替换掉日本帝国太阳旗。不管是楼上还是街上，人群都挥舞的青天白日旗。根据画作完成时间点是1946年5到9月间，也许是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也许是庆祝台湾光复节，更有可能是2个日期紧邻的节日都庆祝。当然有人会说这是看图说话，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陈澄波先生的国家认同。陈澄波先生所写的手记回顾社会与艺术中，民国34年9月9日，5人生于前清而死于汉室，实终身所愿也。办一个强健的台湾省美术团体，来提高岛内的文化再向上，或是来组织一个美术学校来启蒙省民的美誉，达成4000年来的大中国文献，使5人终身所望也。文字信息十分确定，陈澄波先生想象的共同体是大中华民国，而非局限台湾省。我还发现后面写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并且还附上手绘的双十节图案，力道之重都投影到上一页。当然还会有人说陈澄波先生在枪决前对国家认同会有改变，从而形成台独思想。我有证据充分反驳这说法，在陈澄波遗书中第4条，婢女之婚姻听其之由。当时其女儿陈婢女在跟国民党青年谈恋爱，已经到谈婚论嫁地步。陈澄波先生怕228事件后出现社会隔阂，家人会阻拦女儿的婚姻，故列出1条婢女之婚姻听其之由，希望爱情能冲破仇恨枷锁。这足以证明陈澄波先生的大中华认同有始有终，至死不渝。至此回头看功德兄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强行把陈澄波先生和台独作为连接，很明显他撒谎了。哇塞，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顶流名嘴，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护国神山，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陈澄波先生是谁？他出生在1895年2月2日大清的台湾嘉义，父亲是施淑先生，母亲早亡，祖母林宝珠抚养，后改由二叔陈乾带大。陈澄波先生从小对绘画感兴趣，进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开始学习画画，老师是石川清一郎。毕业后在台湾教书。在陈澄波手记回顾社会与艺术中，能多次看到陈志奇这个名字，这是他的知己，2人师出同门。1924年爆发台北师范事件，因学校内台湾人必须向日本人敬礼，加上休学旅行路线未询问台籍学生情况下，直接采纳日籍学生路线，引发日台学生之间冲突，从而出现台籍学生罢课抗议。
领导罢课的陈志奇被校方勒令退学。这年，陈澄波先生29岁，考入东京美术学校图画师范科。随后，陈志奇也考入。1926年，陈澄波先生以嘉义市街外1入选第7届帝国美术展览会。1928年，陈志奇以台湾风景入选第9届帝国美术展览会，两人名声鹊起。陈澄波和陈志奇等人组成赤岛社，因赤的关系被人怀疑是共产倾向组织。陈澄波先生在1929年3月远赴上海，到多所艺校任教。陈志奇假期时间到上海与陈澄波相聚，两友人在繁华和开放的上海逛街相谈，倍感自由自在。他们常去瑞山书店购书，听名字就是日本人开的，店主叫瑞山丸照，这里有贩卖日本帝国的禁书，当然也是殖民地台湾的禁书。瑞山书店在当时文化圈内非常有名，经常举办文化沙龙和读书会，是当时左翼文人聚集地。瑞山书店最著名的常客是鲁迅。受到当时社会和陈志奇影响，陈澄波先生在其全家福《我的家庭》中表露了他的心声。桌面物件的选择，每一个环节或许都藏着一个秘密。这幅画作一入眼帘，从左到右人物依次是：夫陈澄波，二女陈璧女，妻张洁，三子陈崇光，长女陈紫薇。点击09画作年代，说明画作完成年代在1931年2月，而非儿子陈崇光回忆的1932年。点击07新华，信件的落款是新华。点击05物件，大女儿在读书习字，二女儿手中有幅画，最小的儿子在玩拨浪鼓。要了解陈澄波先生的心声，需要点击06普罗绘画论。这本日文说明的绘画理论书很有可能是在瑞山书店购买的。普罗美术家同盟由2支组织汇聚而成，一支文艺战线，另一支布尔乔亚艺术。看名字就知道左翼中的红彤彤。实际上，陈澄波文化基金会也是这么介绍的。由于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左翼思想迅速在东亚国家掀起浪潮，日本的文艺界也因而产生波澜。在1920到30年代，出现了刻画现实、关怀劳动的普罗文学与美术。陈先生的收藏色彩鲜明，有的画作出现共产主义旗帜，还有江枫的木版画和西湖18艺社展览会特刊。这使我十分好奇，又感觉十分熟悉。江枫1931年筹建上海18艺社，1938年赴延安，1949年当选艺术协会副主席。由于师生关系，陈澄波先生也认识江枫。江枫说：“你的画作不够关注劳工。”陈澄波说：“我已经很关注了。”江枫话语中的意思是说要更加革命些。实际上，陈澄波在手记回顾社会与艺术中已经表明敬仰孙文，对三民主义更加偏爱。陈澄波先生在画作中只画出了普罗绘画论，而普罗文学等其他书籍并没有出现，可见陈澄波只关注绘画，红色革命什么的并不感冒。1931年春天4月13日，陈志奇去世，他被人称呼台湾陈独秀。失去知己的陈澄波先生更加少接触革命理论，只关注绘画的陈澄波先生，同年与倪宜德、庞勋琴、周多、曾之良在上海梅园酒家召开觉兰社第一次会议，并且开办画作展览。当中有人是左联人员，庞勋琴属于左联，代表作是《地之子》。陈澄波先生在泉州会馆注册并捐赠，1933年受推荐代表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由于1932年的128事变爆发，家人从上海返台，陈澄波先生在暑假期间返台，暂住彰化杨英武家中作画，期间接受台湾新民报记者采访。大致内容是，暑假返台后，因英武兄之好意，将其客厅作为我的临时画室使用。虽然我们所使用的新式颜料是舶来品，但题材本身，不应该说画本身非东洋式不可。另外，世界文化的中心虽然是在莫斯科，我想我们也应尽一己微薄之力，将文化落实于中洋。就算在贯彻目标的途中不幸患难，也要让后世的人知道我们的想法。两岸教育环境的不同，有些人很难发现其中的用语背后的思想。这段陈澄波先生的评论有几点：一、颜料是舶来品，是西洋的，
东洋时的画作也可用西洋颜料。2. 世界的文化中心在莫斯科，陈先生也希望文化落实于东洋。这里的关键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在莫斯科。虽然艺术工作者普遍相左，那年代大部分画家认为巴黎才是艺术中心，比如赤岛社负责人杨三郎赴法学习。陈澄波先生作为著名画家，遣词用句也比较进步和革命，把莫斯科认定是文化的中心，实在太像红色革命者，是受到日文书籍《普罗绘画论》和当时左翼文人的影响。比如1947年刊出的这篇文章，作者是苏联评论家。苏联成立后的宣传一直自诩苏联模式代表人类的未来，莫斯科理应是世界的中心。陈澄波先生在1932年说出世界文化的中心虽然是在莫斯科这句话，并不代表他是共产党员。当时文化人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懵懂状态，或者说文化人之迷茫。苏联还没有开展大清洗，苏德还没有瓜分波兰，更没有达到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后的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和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模式强烈对抗状态。如果有些人在1947年翻找出这篇采访，必定成为陈澄波先生不利证据。当然，我个人认为一定会出现有心人告密，这个有心人必定熟悉台湾画坛以及台湾新闻报刊。那陈澄波先生是怎么被冤枉的呢？1933年6月，陈澄波回到台湾之后，与其他画家组建台洋文艺联盟，绘出新作，开办画展，直到二战末期。1943年4月29日，担任台湾美术奉公会理事。纵观现存的画作，我所能看到的没有看到画作中出现日本帝国相关的旗帜。二战结束后，任嘉义市各界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迎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介绍中少一条，陈先生当时加入了嘉义市三民主义青年团。1946年4月3日当选并就任嘉义市第一届议会议员。这里还少一条，成为议员当天加入国民党，担任第一届台湾省美术展览会审查员，并展出作品。庆祝日、儿童乐园、制裁工厂。庆祝日就是影片开头介绍的内容。1年不到后，陈澄波先生被冤杀。1947年2月27日，台北天马茶坊鸡业事件爆发，很快传到嘉义市。街头出现本省流氓针对外省人打砸抢烧杀。3月3日4点，嘉义市处委会人员作战司令部陈复志、社外组长陈澄波到宪兵队驻地，跟孙市长以及宪兵队队长陈世荣洽商。当时手稿记载，其他条件大家都无法满意，只有罗迪光营长所提条件双方都合意，事情似乎有完美解决之轨道。同时间，还有另外一批人前往民雄电台对外广播，号召台籍日本兵到嘉义市。聚集到嘉义市的人越来越多，处委会失去控制，导致3000多人围攻嘉义市区的国军军营和附近的军火库、飞机场等公家机构。国军认为陈澄李三人和平解决是假，拖延时间聚集武装打国军是真，但光有国军单方面报告，不至于让陈澄波先生获罪到枪决地步。1947年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先生中午搭机抵达台北。白宣布处理台变之基本原则，其中第4条，各级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临时不合法组织自行宣告结束，参与事变有关人员除共产党外，一律从宽免究。陈澄波先生死于3月25日，已处于对228事件绥靖时期。我们再看事后报告中所写，陈澄波先生罪状是参与此次暴动之主谋者，奉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电就地正法，明显把陈澄波认定为当时口中的共党。随时有些人有能力翻出旧账，上报到白将军和小蒋那里，那这人必定熟悉台湾画坛和报刊新闻报道，这就需要彻彻底底搞清楚什么是台湾的228。